中俄盟首度边防演习，成为一个边检合作的新模式，所以这个就变成现在西方媒体所形容的中俄朝伊朗朝向铁二轴心的发展。他认为中国不可靠，俄国也不完全可靠。他为什么要去发展核子武器？对，因为不可靠，我必须要保护我自己。因为是双方经济规模差距实在太大，核战略对他们来说重点是自保。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中俄盟首度边防演习，中俄盟彼此之间关系升温哦，甚至现在很多人也把朝鲜给跨了进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相当于是从东北亚到北亚一个重要局势。大家自己看这个中国的北部边境啊，从朝鲜、俄国、蒙古、哈萨克、吉尔吉斯，然后到塔吉克，这个我一般呢把它称为北段线。这个过去都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瓦解之后呢，由俄罗斯跟他的独立国家国血大陆叫独联体来继承这样的范围，而且它这里面还有牵涉到一些，比如说像集体安全组织。但没有想到呢，这个被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蒙古国因为它只有2个邻国嘛，一个叫做中国，一个叫俄国之前其实跟中国关系一直都不好，但这9岁阅兵，蒙古国总统来了。那更有意思的是，蒙古去年就跟中国有一个边境的首度的联合的一个演练活动也是军事安全相关的那时候我记得叫草原伙伴2024嘛，然后2025年又在新疆搞了一个，而且呢这个叫做中在9月8号到9月9号以联合防范打击边境地区恐怖破坏活动为课题在3国边境区组织边防合作2025这是一个全新的联合演习呢，这是首次呢3方组织边防部队参加联合演习。那这个联合演习呢更有意思的是，3国在中国境内开设联合指挥所。那这里面因为提到就是说，中国跟俄国还有蒙古签了一个叫做天然气管道备忘录，尤其中俄之间签的就是西伯利亚2号天然气管道，这可以每年可以输送达到500亿立方公尺。大家别忘了被炸掉的北溪也才550亿立方公尺长达30年，重点是经过蒙古我想这中俄盟3方之间发生这种转变的一个关键在于俄国的态度俄罗斯本来其实他首先是对中国有疑虑的最重要的一方，然后接下来这个蒙古呢，他从情感上面对中国一直是很排斥。他们双方因为这样一种关系莫斯科跟乌兰巴托的关系要比他跟北京的关系要密切很多。之所以俄罗斯坚持说这个天然气管道要从蒙古国通过，而不是从西伯利亚直接接到这个中国东北去，目的就是让蒙古拿到一定的好处，并且万一发生什么没有预测到的变化的话，蒙古作为自己的兄弟还可以替自己在中间做一个缓冲，或者是拖延一点时间。那么这个当然中国就不高兴了。那这个其中这中间第2步就是牵扯到中国跟蒙古的关系，就是说蒙古对于中国的这种情感上面的排斥，它是远远超过俄国人对中国的情感排斥的。就是说蒙古人一直觉得清朝的中国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敌人，一个压迫者，而且清朝呢跟内蒙古外蒙古的关系的密切它都带来了这个中国的商业在当地的影响力。那么现在这个俄罗斯的重点是，他在整个的俄乌冲突以及俄国在全世界的这个处境方面，他们必须要去跟中国依赖中国，在这个现实当中他需要这样做。那么现实当中需要做，他就需要这个要去向中国做相当程度的妥协，同时他要针对中国担忧的议题，就是蒙古对中国的态度问题。我想俄国在中间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调和者的角色。那这个角色呢，让蒙古可以有一个态度，就是说他对于所谓他一直在追求的这个第3邻国这件事情要放缓一点那就是第3邻国他希望把美国、日本、韩国的势力引进到这个蒙古国来。可是呢，现实当中就是说这个中间空间上的隔绝，让他想做这件事情很困难了。另外呢，就是说美国人自己也力有未逮的。中国来讲，北部边境过去是边防压力最重最累的地方，要驻有大量的部队，即便到了江泽民时期，中俄之间把所有边界都勘定了，依然对中国来讲压力是巨大的。可是现在北方不但不是压力，反而变成了一个助力。我想这个变化我们必须要追溯，就是说中国这个国家它作为一个农耕的大型政治体它的战略的思维一向是比较长期的，他从长期的角度来设计他的一个战略安全战略目标。这种目标设立，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呢，其实早在清朝的
后期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些目标在我们看到，当左宗棠跟李鸿章进行海陆的优先这个议题的争论的时候，李鸿章跟左宗棠两个人都谈得很透彻，而且后来呢，去采用了左宗棠这样的一个建议，没有用李鸿章的这个建议啊，其实是清朝的慈禧太后最后做的决策，而这个决策要回归到整个中国地缘政治这样一种思考里面去。那么跟中国的地缘政治思考相比较，那么俄国的地缘政治的思考本来它就比较短视，它的逻辑很简单，它需要扩大它的安全区，扩大它的缓冲区。那么俄国的历史不是很长，600多年，它真正有脱离蒙古统治之后，接下来时间也不太多了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俄国一直把扩张它的领土当作关键，至于扩张之后是不是会形成什么他没有办法预期的后果，他不管，先扩张再说，先扩张再说。这件事情的反弹我们看到从20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末，它反弹了好几次，所以俄国曾经取得的这个势力范围又丢失。那么这个丢失我们放到这个21世纪说，我们看到这个中亚呢，它本来是苏联体系里面的一部分，也是俄国的势力范围，但是呢，我们看到因为中国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布局，它有很深厚的历史，这个历史逐渐它就超过俄国的设计，慢慢中亚国家尤其是靠近中国有边界的这几个国家，它就明显的朝向中国来靠拢。这个就回复到我们看到所谓的汉唐、清朝这几个时期中国跟中亚的这种关系的态势里面。这种态势呢，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你看这次北京来参加这个阅兵的国家领导人的地图你会发现它跟蒙古帝国的那个地图是一样的会是一样的，这个是重叠的，是它就印证了中国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战略，它的长期性它是有历史的基础，历史在中国这里变成了资源，其实也是天可汗版图，也是清朝的版图啊。是，也就是说，中国强大的时候，它的力量会外溢，这个一个外溢之后，它就会让周边的邻国来揪引它的体制。经济上有一带一路，安全上有上海合作组织，是，然后还有区域型的一些论坛，中国中亚论坛，中国所设立的所以中华民族复兴这样一个目标达成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就是安全。而我想现代社会的现代国际秩序里面的安全，它完全不限于过去的这军事方面的所以地缘方面的这个安全，它要进一步扩大到整个的社会领域、经济领域。中国人是做生意的民族啊，是，很多人讲到做生意，想到阿拉伯人，想到了印度人，但是如果你就其核心内里来说阿拉伯人真的会做生意，但中国是很重视做生意的基础，而且不太搞这种道商一体，基本讲银货两讫。因为从历史来看，除了铜钱之外，纸币也中国人发明的。是，印度人也很喜欢赚钱，他们赚钱，我想在传统的古代规模没有中国人那么大。那近来他有一个很倒霉的事情，他被英国人殖民了。被英国人殖民之后，他这个经济的自主是有限的。但是他在90年代末期建国之后，他就把所谓他们想象中要建立的印度民族、婆罗多民族的利益放到第一位，他要追求一个婆罗多民族的自主，其中包括经济自主。所以我们看到印度他一直没有明确的选边，包括他在1950年代去接受当时苏联援助的时候，他也要去发展印度的经济。当然我们看到他接受这个苏联援助跟中国接受苏联援助两个规模差不多，印度略大一点但是最后结果不太一样，就是印度人没有在这个援助当中发展起来，建立他真正的完整的体系。中国其实是受益了，就是自己完整体系，它是透过苏联援助建立完成。就是这里你可以看到印度的一些没有完成的这种跟印度的这个传统还有近代被殖民的一个状态都有关系，所以印度这方面比较吃亏了。但是印度人一直非常确定一件事，他如果不自主的话，他也没有前途。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在川普跟莫迪的最近的不愉快当中，莫迪很愤怒，莫迪确定了一件事情，美国没办法成为他的朋友，尽管他认为中国也不太可能成为他的朋友，但是美国一定不是他朋友，所以他我想是拍桌子了一直认为说欧美，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萌芽，理论上在西欧最有名就荷兰嘛，海上马车夫，然后再到英国、日不落帝国，理论上他们应该是很会做生意的才对，有基督新教伦理的积淀。但在今天的视角看，希望给我们一个巨大的翻转这个视角是不合理的，只是透过了上帝传福音这件事情，把它做了一个新的包装。所以对西方来讲，做生意跟扩张的本质是要传递福音，传递福音干嘛可以上天堂？所以就很强的内发性动力。那对中国来讲，甚至对印度人来讲，做生意这件事情本质是个实用主义，我只是想过得更好。那
这个现代化理论的支持，其实也确实反映在北京的一些政策上的推进嘛，比如说说好中国故事，好说好现代化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是怎么个样子，这个就很有它这个内核的支撑。